有这么一种腌菜缸，只要带着书本进去泡一泡，无论多厚多难的书都会瞬间过目不忘。大熊尝到了甜头，小夫却吃尽苦头。对运动细菌为零的大熊来说，明天的棒球比赛无疑是场灾难。奈何人数不够，只能大熊来凑。胖虎对大熊也下了死命令，今天必须挥棒10000次。在以小夫为首其他小伙伴的冷嘲热讽下，大熊不蒸馒头争口气。小多拉被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感动，可就3分钟热度，这运动量对于大熊来说强度有点大，不值钱的眼泪瓣开始啪嗒啪嗒的掉。小多拉拿出临阵磨枪腌菜缸。啥是临阵磨枪呢？通俗一点呢，就是考试前一晚才突击学习。小伙伴，你们不是这样吧？小多拉为了让大熊在比赛中成为王者，让他进菜缸里泡着，看着黏糊糊的，大熊还有点嫌弃，往里加了点棒球、手套和相关的书籍。但这道具的缺点就是学得快，忘得也快，让在缸里泡一晚方可功力大增。泡归泡，可不能饿着饱啊！大熊也不愧是世界速水冠军，清晨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带着腌制的酸爽气参加棒球比赛。首先上场的小夫可能是鸡爪子吃多了，手不听使唤，直接3阵出局，打成这样还不忘调侃大熊，估计连球都碰不到吧。小夫扬言，要是大熊能赢，就有道理绕操场走一圈，看着职业选手才有的姿势，球像是开了0.5倍速，完全是教科书级别的动作，轻松达到。团队靠着大熊的临阵磨枪赢得了比赛。小夫真是个好孩子啊，说到做到。这开心的气氛被清晨一声惨叫打破了。原来今天要考社会科学，只好临阵磨枪喽。在缸里泡了5分钟，匆匆来到学校。别说这5分钟可不白泡，虽然就会几道题，终于摆脱了0分的宿命，还有一道超难的题目，只有木山和大熊答对了，这让静香对他崇拜至极。接连的得意让小夫羡慕嫉妒恨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放学后，小夫邀请大家去他家，用最新型的望远镜观测星空。大家一听来了劲头，小夫刺激大熊，莫不是天文学也有长进吧？对星星的知识也很精通。在媳妇儿面前当然不能露怯，俺家有腌菜缸，怕啥？来自星星的大熊满口答应，晚上要给他们全程讲解天文知识。腹黑的小夫爬到电线杆上，把腌制大熊的过程看得一清二楚。没有和牛顿签订契约的小夫回了家，晚上大熊拽爆了，巴拉巴拉给大家讲星座的知识。明儿我是金牛座，小伙伴你是啥星座呢？看着侃侃而谈的大熊，验证了小夫的猜想，抓住时机一路飞奔，闯进大熊家，拿走了腌菜缸。结果乐极生悲，被绊倒，腌菜料撒了一地。小夫也是个机灵鬼，让老妈拿了几袋大东北的顶级腌菜料填充，和笛子一起泡，万事俱备，只欠听众。回到家的大熊发现依赖的腌缸丢了，明天的笛子考试瞬间没了底。小多拉教育自己靠自己才是硬道理，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大熊裹着棉被练了一宿，第二天在小多拉温情的目光下，大熊完成了笛子演奏。虽然不太熟练，但也看得出下了一番功夫。小夫就没有那么幸运咯，估计是腌菜料太稠，把笛子堵住了。果然耍小聪明吃大亏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如果是你，想要这个腌缸泡一泡吗？